是浪漫经典，我要。我要也在你，我要你。想来吃，快意恩仇少年子弟，江湖缠绵风流，白衣侠侣携手并肩南北奔。可是我上次明明是从这里被引进的，怎么这次会完全找不到入口？要么饭菜毒死我，要么派人来杀我。小白，你就这么想让我死？我得回凤鸣山庄，我必须要去问个清楚去。哥哥既要给你自由，也要保你无虞。把人拴在身边，只能顺着你的旨意行事，也叫自由。小春花放心，哥哥是不会害你的。此次千月洞和凤鸣山庄产生对立，俱是为何？那就恐怕是情难自禁了。要尽快找到春花姑娘。让别人看见千月洞洞主给我梳头发，会被人笑话的。谁敢笑话我就杀了他。那你为何不杀了我？难道我身上还有什么值得你利用的地方吗？你又不是世外高手，也不是名门贵族，我能利用你什么呢？之前啊，是想让你帮我偷心法，不把你当成了花小磊。后来萧白已经练成了凤鸣刀法最后一式，那心法对我来说早就不重要了。现在哥哥只想护你一生周全。我不要你护我什么周全，我只希望你能高抬贵手，放我走。放你回凤鸣山庄？妹妹，那萧白是想杀你，在我千月洞还想起杀心。我放你回去，你岂不是死路一条？我相信萧白。那萧白到底有什么好的，让你这么托付？我要真正的爱情。萧白就是我第一眼认定的人。妹妹啊，你太固执了。这天下有那么多大路你不走，偏偏走一条错路。哥哥将这冰残珠送给春花，绑住了春花。现在春花要把这冰残珠还给哥哥，请哥哥放我一条生路。
你看，你如何召唤哥哥？平日是怎么依赖哥哥？这冰残珠都看着呢。春花，谢谢哥哥保护。只是我们都不是小孩子了，是时候去寻找各自的出路跟归宿了。我的妹妹长大了，送她走。春花姑娘，既然心意已决，就请离开吧。尊主，送走了。是。传奇谷的游丝是不是快不行了？是。副谷主爱惜娇妻这一事瞒得还挺好，把游丝病重的消息散出去。少盟主，春花姑娘回来了。少盟主，请进。春花，放上。你是不是和上官求约？你见到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怀疑我。你还好吗？没错，是他派我来偷心法的。上官秋月也的确看到了花小磊身上的胎记，而且是他主动放我回来的。怎么？觉得我玷污了你凤鸣山庄的名声，你要杀了我？怎么会？我明明去千月洞找过你，可是……所以找不到我就想让细作来杀我？什么？我怎么会杀你？我明明信你，我一心一意的要救你。你听了上官秋月这么多话，怎么可能还相信我？别撒谎！我没撒谎。我信你，真的。
或许是花小磊给他看过伤疤，但一定不是现在失忆的春花，对不对？是上官秋月威胁你，让你来偷心法，让你听他的话，对不对？即便是我把心法给你，但上官秋月并没有得到心法，是吗？我给了他一本假心法，所以我怎么会不信你？是我对不起你，没能早一点觉察到你被他威胁，害你一个人承受。那在此之前，你是不是觉得是我玷污了凤鸣山庄的圣名，要派林阳来杀我灭口？我绝对没有派林阳去杀你，我一直等你回来，望眼欲穿，等你回来告诉我真相。可突然那边的消息中断了。真的不是你？我绝对没有下这样的指令。彩彩，你说春花姑娘是怎么回来的？细作死了，那个大魔头要是不放她，她怎么回得来？那她与大魔头之间一定不简单，说不定她这次回来带着阴谋诡计。以后春花姑娘的事情，还是让少盟主来定夺吧。那你相不相信他们之间有私情？我们是外人，上次你中毒，所有人都束手无策，春花姑娘居然带来了解药，然后大街小巷都是这种解药。不管怎么样，她救了我，以后她的事情只跟少盟主有关。怎么样，聊透了没有？春花确实是被上官秋月所利用，但他并没有对不起凤鸣山庄。但是你不确定，春花和上官秋月之间是不是真的有私情？我不敢确信，但我认为没有。说来也怪，上次蒲公英的解药突然之间就铺天盖地。长生果的叶子，蒲公英的解药，如果真是出自于千月洞，那上官秋月还真不是对长生果没兴趣。春花说，羚羊在千月洞试图要加害于他。春花不会撒谎，中间差错。羚羊与冷掌门之间，我不太清楚。当初你与冷掌门接触更多，还请秦兄辨别一二。羚羊只听命于冷掌门的号令，将令在外，羚羊滋生出别的想法，也不是不可能。
怪不得春花姑娘这次回来，与以往大不相同。你好好安慰安慰她吧。如此一来，还需从长计议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了，我待会儿再来。春花，过来坐。春花姑娘，我们在讨论长生果的事情。我只是想来看看大家好不好。我知道了，我先走了。春花姑娘，春花姑娘留步啊！你不要多虑嘛。我现在倒成了个尴尬的存在了。哪里的话，你还是萧盟主的盟主夫人啊。秦公子，你可别忘了，我跟他从未拜过堂、成过亲。成亲是早晚的事儿，只不过盟主夫人有别于寻常妻子，更多一份担当与牺牲。夫君，你不要担心，我是因为今天没有涂胭脂，所以气色不好。夫人哪里气色不好了？明明还是很漂亮。长生果，你必须真的能让久病的人恢复正常。长生我不求，可有限的相处，这总得给吧。小春花回到凤鸣山庄之后，可还安好？据属下查探，春花姑娘回到凤鸣山庄的消息尚未传开。是保护得太好，还是你们被骗了？属下大意。起来吧，我叫你起来。是。傅夫人的身体状况怎么样了？傅夫人命不久矣。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傅楼爱惜他夫人，就像爱惜眼珠子一样。这事儿外面都知道了吧？眼下街头都在议论。这些议论的人也都不是什么好人，都等着跟傅夫人抢长生果呢。属下即刻就去安排。等一下，太过于简单粗暴，反而就不好玩了。我倒想看看这些准备抢长生果的人会拿什么来交换。你说呢，叶叶？正派人士最爱惜名声，深陷危机中的人最需要权力。有道理。
那就让他们把心事统统掏出来。属下即刻就去办。取名醉己书可好？名字不错，去吧。醉己书，长生果，什么意思？上次婚礼公开宣布销毁长生果未遂，当初好不容易让众人相信春花姑娘带着长生果前往千月洞，凤鸣山庄才有几日太平。可是今天一早，又有很多江湖人士前来打探。又是石先生在捣鬼？对，他对外宣称上次拍卖流产，让凤鸣山庄白白得了长生果。他不愿再卷入事端，委托凤鸣山庄公开销毁，以绝众人的贪念。这种说法很是冠冕堂皇，不过更厉害的还在后面。他倡议秉承着向善的原则，鼓励人们坦诚自己的罪行。这个石先生使出的招数倒是层出不穷。罪己书约定，坦诚最为公开者即可获得长生果。他希望有一个放下屠刀、立地成佛的好案例，激励着从恶的人向善，也会有个好出路。我怎么觉得他没有安什么好心？对，他确实没有安什么好心。他屡次提起长生果在凤鸣山庄春花姑娘手里，不把它销毁，难以平复众人的猜忌。还说起凤鸣山庄在江湖中一言九鼎、百年基业的领袖地位，这种程序正义，好像只有凤鸣山庄来做才最为合适。公开销毁，拍卖会上已经血流成河，现在已经有不少人对此产生疑虑，不想再惹出太多事端。不如我去澄清这件事情如何？不可，罪己书这个法子还不错，我倒真希望到时候有个大魔头出来，坦诚自己的罪行，拿了长生果，从此一心行善。可是谁来当这个人最为合适呢？销毁长生果，这蛊惑人心的东西早就该销毁了。罪己书，这江湖上罪大恶极之人有2个：千月洞的上官秋月，传奇谷的傅楼。如果傅楼真的能坦诚自己的罪行，那我爹的死好歹有个说法。但是他一旦承认了，我爹他岂不是枉死的？江湖大义和个人恩怨比起来，猜猜自当选择江湖大义。我不同意。罪己书，对长生果最志在必得的人就是傅楼，明明知道是假的，也会奋不顾身的跳下去。但这就是个圈套。春花姑娘，你怎么就能确定傅楼就一定会奋不顾身呢？傅楼他这辈子最珍惜的就是他的夫人，他的夫人现在病入膏肓，最需要这颗长生果。可这颗长生果它是假的。春花姑娘，我曾经听你这么说过。确实，现在江湖传言，傅楼的夫人游丝已经病入膏肓，傅楼为此还茶饭不思。这个传言正好赶上罪己书的时间，是不是太巧了一点？恐怕他的真心还不敌我对冷姑娘的一片赤诚。
小春花回到凤鸣山庄开心吗？是不是因为萧白才不轻薄哥哥了？妹妹这个反应是承认了？哥哥，上次一别，哥哥还以为你再也不想见到我。今日偶然路过，发现你在找冰残珠。哥哥，我真的是一时情急。你看，情急的时候想到的也是哥哥。下次再还给我的话，你就再也见不到哥哥了。哥哥，你能不能带我去传奇谷？千月洞洞主罪大恶极，从不做善事。但既然是妹妹的要求，那哥哥一定得答应你了。你就这么喜欢那个傅夫人？他人很好，怪不得你之前让我去求他。内心软弱有什么好的？傅楼迟早被他害死。如果不是因为他，千月洞、传奇谷、凤鸣山庄三足鼎立的局势就不会僵持到现在。我见过傅楼，他行事果断，心狠手辣，但也绝对不是那种有勇无谋的人。他要是能寻到个并肩的女子，早就可以在这混乱的江湖上更上一层。可他却找到了游丝夫人，心软、善良，他还体弱多病。傅楼倒是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他才不轻易让他出谷见人。不过小春花倒是很特别，你是最早发现傅楼软肋的人。也许，这就是让我放弃永生，也想寻找的爱情。你不要伤害傅楼和游四夫人。我若想这么做的话，他们就活不到现在。你不想杀傅楼？不想。傅楼也绝对不能死在我手上。也对，毕竟传奇谷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。哥哥若是杀了他，岂不是又多了一组敌人？我从来不怕敌人众多，况且杀傅楼也没那么困难。那哥哥，你跟傅楼谁的武功更厉害啊？小春花，杀傅楼根本不需要武功，关键是你要知道一个人的弱点。如果知道他的弱点，这个人就容易对付得多。对，你没有弱点。哥哥有弱点，哥哥的弱点就是你。以后多加小心。这个游丝倒是好说，不过这个副楼主小春花应付得了吗？
副谷主来得挺快啊。上官秋月，长生果在凤鸣山庄的消息是不是你散布的？耍人耍得好玩吗？我看副谷主是关心则乱，所以你就来传奇谷看我笑话？那可就错了。我这次来是专程给副谷主送帮手的。我之前曾请求你联手，当时你断然拒绝。我不信你此刻又安什么好心。我的好心的确不多，可是为了我妹妹，这次我勉强挤出来了一点。你的内力，我就说吧，副谷主，我这个人当对手可比当帮手要麻烦得多。你说的帮手，就是他吧？啊，是我。他既然没了长生果，也就没用了。哎，我这个妹妹是相当的有用。副谷主，凤鸣山庄这2天就要开长生果大会，我这个妹妹又恰好是萧白的未婚妻，副谷主可以用我的妹妹去换取长生果。你还考虑的挺全的。哥哥，这还不是为你着想。